哇哦！我们三人终于合力完成了这个童话仙境。貌似这次活动结束之后，如果有得到奖杯的话，就可以通过奖杯再次参观自己的作品。非常希望可以入围，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想拍视频记录下这份美好。欢迎来到我们的童话世界，我是佐斯。我特意为我们三人各自想了个称号，是不是一下就专业了不少呢？这就是我们的团队 Sprinkle Smashers。知道主题的时候，第一时间满脑子都是吃的，所以这个彩糖粉碎机不但是指我们一边碎碎念讨论，一边盖的形容，也象征着 Sprinkle 就像童话里的魔法仙尘，我们用心地把它撒在每一个建筑上。对于这次的建造，我们是想要打造有故事性的画面，想稍微特别一点，而不只是单纯的去建那种很对称又气派的超大城堡、花园之类的。接下来让我稍微详细地回忆并口述一下继上次视频之后的情况。Romin 比较忙，所以我们很难得才能碰到面说上话。不过就在我们还苦恼如何建造这块空区域时，他超迅速地帮我们把这个烦恼消除了。之后他还提供了这个森林中有个小瀑布的水塘的概念。不过我和明后续缩小了整体范围，因为想要那种从书里一点点溢出的感觉。同时又在瀑布上方加了这个雪花冰晶效果的灯，这样可以延续书页上的雪花概念。而且因为瀑布本身是不会流动的，反而有点像是仙境把时间冻住了的错觉。接着这边放了个可以进书里的入口，为了和外部形成反差，我和明讨论了超久。书里的空间很狭窄，我们既想更好地突出这些展品，也想让参观者有种置身黑暗魔法森林的感觉。最后效果我们俩都很满意。高塔我们前后弄出了2个版本吧，就大家都有各自的意见。现在的样子算是所有想法的一个融合，这块区域的整体风格发生了变化，所以这个纸牌楼梯被移到了这个城堡边上，这样既能改善一下这个单调的侧面，又能上屋顶纵观全局。这边迷宫的其中一个入口处摆上了这个玫瑰琴键，让它和这个亭子连接起来。我觉得云中城堡是我们这次建造的主要亮点，所以这个滑梯是很重要的，这样可以稍微营造出那种云端下来的感觉。而且滑梯最好不要太小或者陡峭，大弧度会让整体看起来大气。我们也稍微装填了旋转木马的两侧，让整体画面更充盈饱满一些。这次建造还有一个亮点，就这个地面天花板传送门，我们一共摆放了7个同一种颜色的。灵感是想要整个仙境更有互动性，而且爱丽丝不就是掉进树洞后到了别的世界吗？不过在这里无法调试传送门的传送地点，所以一切都是随机的，超好玩的。如果非要给这个童话仙境设计一条动线的话，我们可以从侧面的入口进入，先欣赏一下这座瀑布池塘，可以因为好奇被卷入神秘漩涡，或者继续往书里走去。参观一圈后，来到2楼，被传送离开。也可以走到书外，在云朵间跳跃着。抵达云中城堡。坐上旋转木马，然后想象从云端滑落的感觉。
记得中途下滑梯哦，不然要被传走了。踩着蘑菇，爬上高塔，往上跳，被传送走，或直接跳到餐桌上，与好友享受美食带来的视觉盛宴。吃饱了，当然要走走迷宫消食，小心迷路和注意脚下哦，不然就要被传走了。也别忘了和好友坐上旋转茶杯，一起快乐地旋转吧。当你成功走出迷宫，会发现一座小城堡。沿着纸牌一路走上天台，然后享受坠落的感觉，最后踩着玫瑰，在体内小坐片刻，再离开。首先很感谢明这次邀我组队，作为完全没有氪金的我，这次也能享受到明和 Stormy 两位的各种建材，也超级感谢明，不但和我一起讨论和确认方案，还帮不会卡位的我实现了很多建造想法。不管最后能不能入围，我都很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，也谢谢等待并看到这里的你们。我们的第一次合力杯圆满落幕啦！不要走开哦，还有幕后花絮，为了给提交作品拍封面的我们，以及正在设计海报的途中被包围的我。祝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，再会啦！